夜如一块黑色的绸缎，将梵音寺紧紧裹住，万籁俱寂。然而，宁静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刀枪打斗声猛地撕裂。可这阵喧嚣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眨眼间便又重归寂静。今日他特意隐去身份，乔装改扮后才进入梵音寺，却未曾料到，竟然还是遭遇了刺杀。看来他的身边定是出了细作。主子，您无事吧？无妨。全明鹤利落的伸手撕下一片衣角，直接在手臂上包扎起来。查到什么了？主子，今晚的刺客也许是前景邻国的人，他们不知使用了何种手段，竟然得知您今晚会来梵音寺，一早便在此处埋伏等候着。等回宫后，他定要将主子身边之人再查个底朝天。还不等全明鹤思索出个结果，忽然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竟开始发热。该死！主子，您怎么了？全明鹤察觉到身体内那股快速攀升的欲望，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，一直想不明白的事情，此刻似乎隐隐有了些想法。去找个女人过来。赵聪瞳孔猛地一缩，下意识瞅了一眼主子手臂上的伤，那刀上竟然有媚药。什么刺客如此下作，竟在兵器上涂抹媚药啊？难道是后宫中人所为？主子，奴才这就派人去找。赵聪不敢有丝毫怠慢，转身离开房间。他迅速召集了几个手下，就火急火燎带着人去寻找女人。梵音寺本就是佛门清净之地，连个女尼姑都没有，这一时半会儿的，他又能上哪儿去给主子找个女人呢？月光洒下，两个姑娘从小道上一路上来，因为知道梵音寺外面有一棵姻缘树，想要去那里祈祷。小姐，大晚上您为何来梵音寺？这不是马上要嫁人了吗？未来夫君还未见过呢，便想着来梵音寺祈祷一番。我可有好多的愿望呢。沈玉玲双手合十，面向姻缘树，医愿良人貌俊，星眸剑眉风采幻，颜如美玉惹人怜。西童不禁抿唇偷笑，自家小姐这心思真是直白又可爱。二愿妾身颜永，花容月貌常娇艳，情思似墨岁月缓。三愿情丝不断，与君相伴心无怨，朝朝暮暮共欢颜。小姐，您的愿望可真是美好的紧，想来老天爷定会听到您的祈祷，让您一一如愿的。就你会说好听的，可他嘴上虽这般说，心里却也是满满的期待。四愿姻缘美满，琴瑟和鸣声声暖，恩爱缠绵。沈玉玲虽然故意压低了声音，可语调中的兴奋和期待却是怎么也挡不住的。岁岁年年。赵聪在一旁听着，嘴角忍不住微微抽了抽。这位小姐心思也太过单纯了，如今这世上要寻得如此完美的如意郎君，可不是件易事。在宫中见惯了虚与委蛇、满腹算计的帝妃们，赵聪好不容易遇到个小白兔般的女子，都不忍将她带去给主子了。不过赵聪既没心思在这事儿上多做感慨，主子是这世间最尊贵的人，身体容不得半点闪失。即便这小姐有婚约在身，相较而言又能算得了什么？这般想着，赵聪便不再迟疑，带着人迅速围了过去。你们是谁？赵聪并未答话，只是一个眼神使过去，身旁一个身形矫健的手下如鬼魅般欺身向前，抬手一挥，便干脆利落地将西童打晕在地。你们想做什么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若是你们敢伤我，不管是我爹爹还是未来夫婿，都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赵聪依旧没有说话，扬起手来，又是一名黑衣人迅速上前，手指轻点，精准地落在沈玉玲的睡穴上，随后便被带着匆匆离去。可所有人都没能看到，原本被打晕了的西童，竟忽然睁开了双眼。哎呀，小姐真不愧是影后，这演技，这心机。我这系统可得好好跟宿主大人学习学习。不过我今天的演技也不错，嘿嘿。房间内，全明鹤半躺在床上，他面色正红，额上已渗出细密的汗珠。忽然，他捕捉到门外传来的脚步声，他原本以为是赵聪回来了，可这脚步声不对，顷刻心中一沉，吱呀一声，门轴转动的声音突兀的响起，一名女子出现在门口。你是谁？女子一进来，就看见男人赤裸着上身，脸上戴着恐怖的面具，她瞬间慌了神。她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，家中弟弟生了重病，正愁没钱医治。今日有人吩咐她，只要今晚来梵音寺照顾一个病人，便会出钱救他弟弟。为了弟弟，他咬咬牙便来了。我全明鹤看着畏畏缩缩的女子，眸中蔓延一丝厌恶。又是一个妄图攀龙附凤的人。何人派你来的？是一个姑姑叫我来的。全明鹤心中暗忖，姑姑难不成真是后宫哪个妃子算计的他？罢了，今晚且先用了这女子解媚药之困，待明日便是他的死期。过来。
他垂着头缓缓走了过去，而此时全明鹤已微微俯身，伸出手抬起了女子的下巴，容貌虽说不上倾国倾城，但也还算能入得了他的眼。就在全明鹤准备将女子直接捞上床的时候，吱呀一声，房门竟再次被打开了。主子，我给你找到女人了。全明鹤的目光瞬间看向了门口，他又低头扫了眼脚下的女人，脚下这个分明就是有人蓄意算计他，特意送到他面前来的，背后目的不言而喻。而此时赵聪带过来那个昏过去的女人，也许心思还算干净。抬过来。赵聪赶忙应了一声，让手下人将沈玉玲放到全明鹤的床上。全明鹤睨了一眼脚下依旧跪着的女子，带下去，把她查清楚。诺。赵聪恭敬地应了一声，随后便带着人匆匆退了出去。房间内，全明鹤的目光落在女子身上，女子未施粉黛，却依旧明艳动人的让人移不开眼睛，双眉弯弯，嘴唇不点而出，五官精致如画，脸蛋小巧圆润，浑然天成，竟比他后宫之中的任何一个女子都更胜一筹。全明鹤只觉呼吸愈发沉重起来，一股难以抑制的燥热在体内再度涌起。他当下不再迟疑，伸手便直接撕开了女子的衣物。少女此刻正昏迷着，全明鹤便已未行任何抚慰之事。沈玉玲突然被一阵剧痛惊醒，陌生的感觉让她害怕。你个混蛋，你放开我！自己马上就要嫁给当今陛下亲自指婚的陵阳郡王了，可谁能想到在婚期之前竟然遭遇厄运，失了清白之身。沈玉玲拼命的挣扎，脸上愤恨又无助。今日是意外，我会对你负责。全明鹤一边说着，一边大手一伸，便将他的双手别在了头顶，让他动弹不得。我有夫君了，你放开我！色狼，坏蛋！我爹斩你人头！全明鹤却只是轻嗤了一声，只要他爹敢，可以试试。沈玉玲头发散乱，面若桃李，嘴里的娇吟控制不住的外泄出来。她也不知道身上的狗男人做了多少次，只觉得身体快要不是自己的了。全明鹤逐渐清醒，待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，终于停了下来。我不会放过你。全明鹤看着他，今晚对这女子来说确实是无妄之灾，但事已至此，那便纳入后宫吧。沈玉玲感觉到腰上的手又开始轻轻摩挲起来，不要了。可她如同小猫一般娇弱的声音，反而让全明鹤又升起一阵燥热。就这样，在无尽的纠缠与挣扎之中，夜渐渐褪去。天光微亮，房内的动静也终于停止了。女子此刻已然累得昏睡了过去。全明鹤起身穿好衣裳，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去。而原本昏睡过去的沈玉玲蓦然睁开了双眼。全明鹤，这辈子也许要跟你纠缠不清了。你这把刀若是能为我所用多好呢？沈玉玲迅速穿好衣裳，偷偷溜出了梵音寺。神府，沈玉玲躺在美人榻上，身姿婀娜。她，沈玉玲来到这个世界16年了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复仇。沈玉玲在现代是一名演员，睡梦中她只觉一阵天旋地转。亲爱的沈小姐，银河系统竭诚为您服务。哼，银河系统？怎么我要穿越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答应了？啊？答应什么？答应去另一个世界做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啊！沈玉玲不禁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好中二的系统啊！就算是在梦中，她也绝对不会答应这种离谱的事情。不要，宿主大人，只要您完成任务，本系统就可以实现您3个愿望哦。可惜了，我的愿望就想自己完成，依靠别人来实现愿望，爽不到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：“系统，让我来和他谈吧。”你又是谁？我也叫沈玉玲，来自前朝。我的故事说来话长，沈小姐可愿意慢慢听我说？沈玉玲点了点头，示意她继续说下去。待这位来自前朝的沈玉玲将自己的故事娓娓讲完，沈玉玲反倒真的有了些兴趣。沈小姐，希望你能帮我。沈玉玲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有些恍惚。系统、同名女子及详实的故事，好像并非梦境。可以，但我要先问几个问题。你的报复对象只有柳静怡和柳诗涵？不，还有风墨河。沈玉玲点点头，幸好对面的女子没有被所谓的爱情蒙蔽，摇摆不定的男人才是悲剧源头。那全明鹤呢？我与他交流甚少，重生的第2世也只是想利用他的权势复仇。不过陛下对后宫女子皆无眷恋，我付出了惨痛代价才扳倒柳诗涵。至于你对陛下如何，我并无要求。乾元帝动不得。沈玉玲白了他一眼，系统慌忙解释说，世界是有既定剧情的，乾元帝是男频大男主，没有感情线，他的功绩成就
就了他的帝王传奇，之后才在这个世界的基础上衍生出了风墨恒和沈玉玲的言情线。若大男主线出错且没有替代者，那么那个世界将会崩塌。沈玉玲点了点头，之后沈玉玲问清楚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，系统也一一为他解答。若是完成任务，他可以自由选择回来的时间，其他穿越的世界过去10年，现代世界也不过1天罢了。说他在那个世界不幸失去性命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但只要完成任务，仍然可以实现3个愿望。3个愿望有一个是他一定要实现的，他想要重新见到一个人。最后，沈玉玲还向系统提出了2个要求：一是让系统化作丫鬟协助自己；二是要穿越到沈玉玲出生的那一刻，以便更好的融入世界。系统答应了，但作为交换条件，系统要求他共享原女主经历，承受原女主经历的所有情感痛苦。沈玉玲同意了承受原女主所有的痛苦经历，当然不同意也不行。赵良人安排的如何？回陛下，赵良人已经安排在了德音宫的沉香殿。后宫帝妃们对赵良人入宫有何反应？赵良人就是那晚在梵音寺主动去到全明鹤房间的女子，将她放入后宫，只是想试探下哪位帝妃和她有牵扯。李明如实禀报了一些情况。全明鹤听完，狭长的眼眸中闪过一抹思索，不过片刻，他便似是将此事搁置一旁。把赵聪叫来。诺。不多时，赵聪进来。人找到了吗？那晚他匆匆忙忙将那位小姐带到陛下的房间，又是在黑灯瞎火的夜晚，哪里有心思去仔细看清那位小姐的容貌啊？在偌大的前京城，要找一个不知容貌的女子，谈何容易呀？陛下，奴才无能，还未找到。当初你是如何发现她的？赵聪将那晚的事儿分毫不差地说了出来。全明鹤听完，眼底一抹冷冽浮现。那晚他说有夫君，可全明鹤只当他是想要逃避的说辞，没曾想是未婚夫。全明鹤旋即转了话题：前锦邻国的余孽处理了吗？骁骑将军已经剿灭了余孽的大本营，歼敌2000余人。全明鹤冷峻的面容上有了一丝缓和。此时桌案上的话也落下了最后一笔。过来。赵聪赶忙弯腰弓背，低垂着头走过去。凭着画像寻人，若是还找不到，你也别回来了。诺，奴才定为陛下寻回帝妃。全明鹤敛下眸子，他的女人即便是死，也绝不能被别的男人染指。陵阳郡王府婚房内，郡王殿下，今夜洞房花烛，你为何坐那么远的地方？沈大小姐是装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啊？沈玉玲随即噌的一下站了起来。郡王殿下好大的威风，对新婚妻子就是这样的态度吗？风墨恒脸色一沉，眸色冷了几分。哼，难道这就是沈大小姐对夫君的态度啊？他轻笑了下，走向风墨恒。那夫君想要我用什么态度对你啊？今日分明是你我第一次相见，可夫君却这么凶。风墨恒面色一凝，他这新婚妻子还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喜怒切换自如。沈玉玲见他没有说话，径自解开腰带，只剩下单薄的礼衣。今日是我们的新婚夜，夫君既然不主动，那就只能我主动了。风墨恒却是快速背过身子，你成何体统？马上将衣裳穿好。沈玉玲却不依不饶，上前围住他的腰。哼，原来前京的男子这么容易害羞吗？夫君，我们可是夫妻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看我。女子特有的幽香瞬间席卷而来，风墨恒有一瞬间的失神，但很快就回过了神，伸手去拍沈玉玲的手。啊，好疼啊！你欺负人家！风墨恒的身体一下子僵住，原本正用力的手也猛地松开了。沈玉玲却是笑出了声，身形轻盈的从风墨恒的后背绕到前面，始终抱着他的腰，就是不松手。怎么，夫君似乎不喜欢我？风墨恒低头看他，眼神晦涩。若是平常男子，定然会喜欢这样大胆又美貌的女子，可他……就在此时，慧心姑姑走了进来。她一进门，目光便落在郡王和郡王妃亲密的样子上，脸上浮现一抹喜色。奴婢参见郡王、郡王妃。沈玉玲瞧见有人进来，躲在风墨恒身后。风墨恒瞧见他这前后截然不同的模样，嘴角忍不住抽了抽。慧心姑姑起来吧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母亲呢？啊，长公主今日累了，已经回公主府。奴婢是来指导殿下完成礼仪的。慧心姑姑，你回去吧，郡王妃很好。既然刚刚慧心姑姑已经产生了那样的误会，那索性就让她误会到底，也免得母亲又来诸多询问，徒增烦恼。长公主让奴婢前来，也是怕郡王妃不懂前京的规矩。今晚奴婢就在房外守着两位主子，若是有任何问题，换奴婢就好。奴婢明日再回去向长公主复命。奴婢告退。慧心姑姑何等聪慧，这两位主子虽然相处亲密，但也许只是做给她看的呢。不过也未必不是真的，还是让小夫妻二人自行相处，免得自己在这儿扰了他们的兴致。
很快，婚房中便又只剩下沈玉玲和风墨恒二人。夫君，我帮你更衣吧。风墨恒却像是被这话刺激到了，直接握住沈玉玲的手腕。沈玉玲，娶你并非我所愿，以后你就好好做你的郡王妃，我不会喜欢你，更不会同你圆房。风墨恒，我姓沈，苍梧沈氏的沈，我的人生不由你控制，也不接受你的安排。所以我们二人只是联姻。我不接受联姻这个说法，但不喜欢我是你的事情，喜欢你爱护我的夫君是我的事情。既然嫁入郡王府，我就会承担起郡王妃的责任。其实我心有所属，即使我讨厌憎恶你，你也喜欢我。既然是夫妻，爱着你过一生和不爱你过一生，我会选择爱你。沈玉玲的爱是纯粹的，谁是她的夫君，她就爱谁，和风墨恒这个人无关，这也是她要塑造的人设。沈玉玲将她的手放到自己的心口，风墨恒仿佛被掌心下胸口的灼热烫到了，他猛地收回手。爱，可这个世界上只有静怡爱他。不用了，我不需要。沈玉玲回到床上，男人的话她都当放屁。今日那位慧心姑姑会一直在房间外，夫君上床休息吧，我不会逼着你圆房。娘亲说了，圆房是两情相悦的事情，夫君一日没有喜欢上我，我就一日不会和夫君圆房。风墨恒望了望门外，今晚怕是不能如自己原本想的那样一走了之了。风墨恒朝着美人榻走去，不许睡那里，你过来。沈玉玲，你别太过分。床这么软，明日一早慧心姑姑来看，是一个人睡的还是两个人睡的，难道看不出来吗？难不成郡王殿下不愿与我同床共枕，是怕受不住我的诱惑？胡言乱语。可不得不承认，沈玉玲说的关于床上的痕迹容易被慧心发现一事，确实颇有几分道理。风墨恒权衡利弊，只得强忍着不悦，朝着床边走了过去，极不情愿地坐在了床上。沈玉玲嘴角上扬，顺势将自己的头靠在了风墨恒的肩膀上。风墨恒毫无防备，猛地转头就对上了女子明媚动人的脸蛋。风墨恒只觉心跳突然漏了一拍。你做什么？他瞬间起身，动作之大。你说不圆房，我同意了。可是你是我夫君，连亲近亲近也不行吗？不行。不行就不行嘛。突然似是想到了什么，一抹狡黠闪过。夫君，你是不是喜欢刘基？是，所以你不要再有任何痴心妄想。那我也许可以帮夫君保护他哦。你什么意思？母亲好像不怎么喜欢刘基，若是你在母亲面前表现得对我厌恶有加，那母亲定然会更加讨厌刘基。咱们何不就在母亲面前装模作样一番，这样既能让母亲消气，还能护得刘基周全。你有这么好心？夫君是不是太小肚鸡肠了？我是你的郡王妃，就算你要纳10个姬妾，我也会全力支持。一个柳基而已，我还不至于对他做什么坏事。风墨恒不禁陷入沉思，母亲确实不喜欢静怡，说是自己因为心里念着静怡而冷落了沈玉玲，母亲那边怕是会更加针对静怡。如果沈玉玲真的愿意和他一起在母亲面前演戏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你有什么条件？我确实有一个小请求，希望夫君可以答应。风墨恒没说话，显然等着沈玉玲的下一句。可以借夫君的手一用吗？风墨恒皱眉，半信半疑地将手伸了过去。沈玉玲抓住风墨恒的手，下一瞬竟将风墨恒的手指含进了口中。风墨恒又惊又怒，立刻就想将手从沈玉玲的口中抽出来，可就在他用力的瞬间，却猛然感觉到一股刺痛从指尖传来，直到口中感觉到了血腥气弥漫开来，这才松开。沈玉玲，夫君，既然要合作，那做戏自然要做全套嘛。他紧紧抓住风墨恒的手不放，几滴鲜血滴落在床上早已备好的白色帕子上。风墨恒恍然大悟，刚刚积聚在胸腔之中的怒火，此刻竟不知道该往何处发泄。这个沈玉玲还真是一次次的出乎他的意料。未央宫后殿，刚刚得到消息的赵聪脚步匆匆。发生什么了？陛下要找的女子找到了，只是，话未说完，便急忙往殿内走去。此时，全明鹤刚下早朝，回到寝宫，半靠在榻上。奴才见过陛下。起来吧。赵聪站起身来。陛下，那位小姐找到了。继续。那位小姐是沈大都护的女儿。话音落地，赵聪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这沈大都护的女儿可是陛下亲自指婚给陵阳郡王的，可偏偏和陛下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。如今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今日是什么日子了？回陛下，今日4月初10，昨日4月初9，是太史令测算好的黄道吉日，也是陵阳郡王和沈大小姐成婚的日子。为何到现在才知道？回陛下，这几日沈小姐在沈府一直没有外出，奴才找遍了前京适龄女子，可沈小姐从西北来，又是陵阳郡王的未婚妻，许是被底下人给忽略了。奴才罪该万死，望陛下责罚。杀了
他。但全明鹤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后面2个字没有说出来。今日郡王府可有什么异常？那女人失了清白之身，若是风墨恒发现了，定然不会轻拿轻放。回陛下，并无。全明鹤紧绷的脸松了下来，也许那2人并未圆房。朕记得郡王有一个喜爱的女子。是大理寺卿2女儿柳静怡，便是郡王喜爱的女子。她在3个月前以姬妾的身份入了郡王府。全明鹤因为长公主此前一番恳求，再加上沈渊在西北之地手握重兵，颇有些势力，权衡之下，顺势赐下婚事，将沈玉玲许配给了风墨恒，封其为郡王妃。她行事狠辣果决，若是寻常女子，一旦被他碰过，而后又嫁给别的男人，定会毫不犹豫派人暗杀，绝不让这等有损帝王颜面之事有机会传扬出去。但沈玉玲是他牵制沈家的棋子，所以若非必要，他自然不会杀了沈玉玲。派人去郡王妃身边伺候，朕以后要知道关于她的所有事。诺。赵聪从殿中退出来，腿还在隐隐打颤。怎么了？那个女子是昨日嫁给临阳郡王的郡王妃。李明吓得后退了一步。陛下，此郡王妃已被毒酒，只说了找人到郡王妃身边伺候。李明满脸的不敢置信，难道是郡王妃身份太高了？也是，沈家大小姐若是来前京不久就死于非命，确实不好交代。不等李明多想，陛下出来了。奴才参见陛下。准备马车出宫。诺。晨起的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，洒在屋内精致的陈设上。风墨恒与沈玉玲穿戴整齐，静静伫立在那儿。2人站在一处，宛如从画中走出的神仙眷侣。慧心姑姑走了进来，行过礼，她带着丫鬟们径直走到床边，目光落在床上的白帕之上，只稍稍一眼，便又移开视线，接着又仔细地观察起床上的痕迹来。瞧罢，她满意地笑了笑。慧心姑姑轻轻挥了挥手，她身后的丫鬟慧意连忙上前将白帕仔细收好。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去长公主府的马车已经准备妥当，长公主想必正等着你们呢。风墨恒只是微点头，便抬脚朝外走去。沈玉玲快步跟上他，未等风墨恒反应过来，沈玉玲紧紧握住了风墨恒的大手。风墨恒下意识的，他便准备用力挣脱。夫君，这前襟的一裙摆实在是太长了些，我怕走得急了不小心摔着，夫君牵着我可好？风墨恒手上突然用力，深深看了他一眼。好。然而他的力道大的让沈玉玲不禁皱眉，却又不敢出声呼痛。慧心姑姑在身后看着2位主子打情骂俏的模样，满脸欣慰。风墨恒与沈玉玲一路沿着蜿蜒的回廊朝着大门行去。府中下人看着2位主子亲密的模样，也不禁感叹：哇，郡王妃好美啊！是啊，难怪郡王也抵挡不住呢，一路上都牵着郡王妃的手，瞧着可真是亲密呢。郡王和郡王妃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柳静怡听到丫鬟们谈论着郡王与郡王妃如何亲密，面色瞬间便沉了下去。风墨恒，你不是亲口答应过我不会碰沈玉玲一下的吗？给长公主请了安，风墨恒有政务处理，上了另一辆马车。主子，风墨恒似乎不好攻略啊。确实不好攻略。与他相处不过2日，我便瞧出来了，风墨恒是个明显的表演型人格。风墨恒的母亲西河长公主手握权柄，她在朝堂上搅弄风云，回了府中又纵情声色，甚至休了他的父亲。旁人畏惧他的权势，无人敢对此有半句微词。而风墨恒对他这位母亲是又爱又恨。风墨恒10岁那年，把自己无处安放的情感寄托在了一个女刺客身上，却没料到最后竟遭遇了背叛。而柳静怡当真是选准了时机，在风墨恒最为脆弱、最需要情感慰藉的时候，他接近风墨恒，成为了那个时候风墨恒唯一的感情寄托。可为何风墨恒却做不到为了柳静怡违抗长公主，坚持娶柳静怡做正妃呢？是不够爱吗？也不是，而是他风墨恒根本不懂爱。风墨恒享受的不过是别人全心全意爱他的那种感觉罢了。而他当初之所以能爱上原主，也是因为原主是个极会爱人的女子。她给风墨恒的温柔且真挚的爱意，恰恰填补了风墨恒心中那部分母爱的空缺。只是风墨恒将这一切都伪装得极好。主子，什么是表演型人格？你觉得他爱柳静怡吗？现在应该是爱的吧？那可不一定，他谁都不爱，只爱他自己罢了。你且看着吧。说罢，沈玉玲不再言语，目光落在前京车水马龙的街道上。忽然，沈玉玲瞳孔猛地一缩，停车！主子，怎么了？路旁，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好整以暇地等着兔子自己出来。醉颜楼今日好像有表演，瞧着热闹的紧。我来前京也不久，一直未曾好好逛逛，现下想去凑个热闹。诺，主子。西童应了一声，扶着沈玉玲下了马车，转身吩咐车夫和侍卫：“你们就在醉银楼外面候着吧。”沈玉玲刚踏入酒楼大门，便有一个
身形挺拔、戴着面具的男子悄无声息地跟了进去。一个负责迎客的伙计瞧见沈玉玲，竟仿佛早就知晓她会来，快步上前。夫人，我带您去我们酒楼的上等包房杏花春雨吧，那儿的风景可是整个醉银楼里最好的，包您满意。沈玉玲身子竟微微颤抖起来，也不知是紧张还是害怕。她抿了抿唇，没有言语，安安静静跟随着伙计一路从前厅往后院走去。所谓的害怕，不过是演给身后的全明鹤看的。一行人到了杏花春雨包房前，伙计引着沈玉玲推门而入，便悄无声息地退下了。而那个戴着面具的高大男人，不知什么时候也已跟到了门口。西童目光一触到这人，心中便已明了他是谁。但西童此时的身份可不能表现出知晓对方身份的样子。你是谁？你们想对我家主子做什么？西童，他是我朋友，你在外面候着吧。一踏进门，面具男子便瞧见沈玉玲背对着他，纤细的身子似乎还在颤抖。全明鹤反手将门关了，径直走到沈玉玲身后，没有一丝犹豫就掐住了她的腰，将沈玉玲往身前一带。很怕。沈玉玲仿若惊弓之鸟，用力推开男人。那日的事情我们都忘了吧？全明鹤却仿若未闻。不许和风墨恒圆房，我会想办法让你离开郡王府。我和夫君昨日新婚之夜就已经圆房了。全明鹤也不拆穿他，一步步走到他面前。那我验证一二。沈玉玲神色顿时惊悚，这要如何验证？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全明鹤竟开始慢条斯理地解他衣裙的系带。你敢！你既然知道我是郡王妃，就该知道不管是我的家世还是我夫君的权势，在前京的无人敢得罪。你说再这般无礼，我便叫人了。郡王府的侍卫可都在酒楼外面呢。可他的这一番恐吓就如同梵音寺那晚一般，对男人没有丝毫用处。别，我没有圆房。全明鹤手上的动作这才停下。和风墨恒圆房，你会死。这世上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到底是谁？以后你会知道的。沈玉玲又气又急，伸手就想脱下他的面具。全明鹤一瞬间便握住了他的手腕，捏得他手腕生疼。听话些，否则会受罚。沈玉玲被全明鹤强行抱在了腿上坐着，她又羞又恼，瞪着眼前神秘又霸道的男人。3个月。什么？你在郡王府再待3个月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和郡王是当今陛下亲自赐婚，我和你是不可能的。你怎么不明白呢？那晚的事情也不过是个意外，你又为何要纠缠我不放？我身上流着苍梧沈氏和灵犀叶氏的血脉，家族的声誉于我而言重如泰山，我绝不能让家族因我蒙羞。若是你将我婚前是真之事揭露出去，就是逼我走上绝路，这和直接杀了我又有何分别？若不是为了顾全你的名节，根本无需等这3个月。沈家和叶家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。沈玉玲紧绷着小脸，只是冷冷地瞪着他。怎么，陵阳郡王都不愿意碰你，你还想着与他琴瑟和鸣不成？那难道我要想着与一个身份不明、容貌不清的你琴瑟和鸣吗？伶牙俐齿。时辰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别动，再动我就从醉银楼将你抱去郡王府。沈玉玲身子瞬间僵住，再不敢动一下。忽然，全明鹤还不等沈玉玲反应，便在她胸口上方狠狠咬了一口。你干什么？有了这个印记，想来你也不敢让风墨恒离你太近，看到不该看的地方。你无耻！随即，他也毫不示弱，对着他的胸口也狠狠咬了下去。全明鹤却没有生气，反而伸出大手扶住沈玉玲的后脑，任由他咬。待沈玉玲抬起头，全明鹤却伸手捏住她的下巴。回去吧。沈玉玲如蒙大赦，立刻从他腿上下去了。他小跑到门口，控制着颤抖的手，尽量从容地整理好衣裳，这才伸手打开门，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。全明鹤低头抚了抚胸口的齿痕，微微眯起眼睛。带爪子的野猫，若是关进皇宫好好调教一番，定能让它成为一只温顺的小猫，乖乖地讨自己欢心。另一边，沈玉玲匆匆回到郡王府，朝着自己所住的宁兰院走去。3个月，这3个月的时间，要如何攻略完风墨恒呢？回到房间，西童将房门锁上。主子，全明鹤跟你说什么啦？3个月，西童，看来我们得加快速度了。吩咐下去，让厨房今晚准备些西北那边的特色美食。就说我从西北带了西凤酒，邀请殿下品尝。西童点点头。作为一个戏童，他虽然储备知识不少，可在算计人心方面自然不太行。对了，主子，今天宁兰院来了不少丫鬟还有小厮，我会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点为他们安排好位置的。记得做好监控。主子放心。夜幕渐渐降临，紫薇亭内，沈玉玲坐在亭中，目光落在眼前的菜和酒上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小厮匆匆跑了回来。
来。郡王妃，刚刚郡王回府被柳街身边的丫鬟请走了。郡王说今日不陪您用膳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他在庭中独自用膳，看着十分孤单落寞。院中一个正在打理花草的丫鬟时不时看向郡王妃。沈玉玲本就酒量欠佳，不过几杯西凤酒下肚，便觉脑袋一阵晕乎。西童连忙将人搀进了屋子。待沈玉玲再次转醒，只觉喉咙干渴的厉害。可男人，很帅的男人。沈玉玲下意识想张嘴尖叫出声。闭嘴！是你？他迅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我为什么会在这？早上刚和我见了面，晚上就要封墨恒用晚膳。今日我和你说的话，你一句都没听进去。全明鹤面色冷峻，郡王府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沈玉玲晚上邀请了封墨恒前去用膳饮酒。难不成沈玉玲还想把封墨恒灌醉，好让他在醉酒的状态下与他圆房？如此一来，封墨恒便察觉不了他早已失去了清白之身了。所幸全明鹤也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这位沈家大小姐胆子倒是够大，说不给他点威慑，怕是还想着安安分分做他的郡王妃呢。而沈玉玲心中存了试探之意，果真是帝王手段厉害得很。他才入郡王府不过2日，身边竟就已经有了他的人暗中窥探。沈玉玲仿若未听到全明鹤咄咄逼人的质问，一双美眸只顾着上下打量起眼前之人，衣袍之上绣着的龙纹更是威严醒目，彰显着尊贵与权势。你是当今陛下？话音落下，他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沈玉玲从床上起身，她不假思索地抬起手，一巴掌就朝全明鹤狠狠地扇了过去。找死！你知道再被你毁去清白之身到成亲的那几时，我内心的煎熬和害怕吗？你知道今早你和我说的那些警告让我寝食难安吗？原来让我和别人成亲的是你，毁我清白的也是你。全明鹤皱眉，这2件事的确都是他所为，甚至他还想因为自己的错杀了沈玉玲，因为帝王不会错。可瞧着这女人委屈愤怒又毫不畏惧地指责自己的模样，他又生出了一丝怜悯。沈玉玲一番话说完，仿若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离了一般。我阴差阳错成为了你的女人，可造化弄人，又成了陵阳郡王的妻子。陛下是不是早就想杀了我？朕今早不是告诉过你，3个月之后朕会接你出郡王府吗？若是你连这3个月都等不了，那今晚之后就别回去了。不，陛下今早说过，之所以要等3个月，是因为要保全我的名节。陛下，不要在今晚。全明鹤手指划过他泛红的眼尾，这渲然欲泣的样子真好看。还邀封墨恒饮酒吗？是陛下今早没有表明身份，所以我害怕。我想要陵阳郡王喜欢我一点点，这样他会看在我是他妻子的份上保护我。还需要他的保护吗？沈玉玲摇头，陛下会保护我吗？你听话，朕自然会护着你。不听话也想陛下护着。全明鹤心里冷哼，这女人倒是贪心。还怨朕吗？不敢，那便是还在心里埋怨着的吧。不过那又如何？小猫即便心中有怨，也只能依靠它，默默收起锋利的爪子，乖乖听话。陛下，我现在在哪儿？皇宫。皇宫？沈玉玲不禁瞪大了双眸。那我怎么回去啊？明早寅时末，朕自会让人送你回去。真的不会被发现吗？不会。沈玉玲松了口气。虽说你如今尚无帝妃之名，却已有帝妃之实。这座瑶华宫便是给你准备的入宫之后的居所。所以全明鹤顿了顿，抬起他的下巴。今晚你失寝。全明鹤悠悠转醒，甫一睁眼，便觉肩膀处传来一股压力。沈玉玲果真是不曾学过宫中的规矩，竟靠在他身上酣睡。全明鹤念及他未曾学过宫中规矩，便也暂且不去计较了。只是他还需趁着天色未大亮之前回郡王府去。这般想着，他便伸手捏了捏沈玉玲粉嫩的脸蛋。还不醒？今日不回郡王府了？回郡王府这几个字瞬间将沈玉玲从睡梦中惊醒。全明鹤见他醒来，而后才转身走了出去。李明。在外间早已等候多时的李明快步进来。陛下，吩咐人来伺候沈婕妤梳洗。诺。李明应了一声，心中却是震惊不已。封为婕妤，这可不得了啊！在这后宫之中，婕妤的位分可就只在柳昭仪之下了。看来后宫又要热闹了。天色大亮，陛下册封的圣旨果然在后宫掀起轩然大波。凭空出现了一位沈婕妤，还次居奢华的瑶华宫。不仅如此，还传出消息说沈婕妤身子不好，瑶华宫没有陛下的旨意，旁人不可随意入内。就连柳昭仪也没有打听到关于瑶华宫的丝毫消息。话说柳静怡入府已经3个月了，原本她告诉自己，就算沈玉玲是女主又怎么样？封墨恒现在很爱自己，她已经得到了封墨恒的心。可昨晚封墨恒竟然留宿在了沈玉玲那儿，
今早还和沈玉琳手牵着手，不安、惶恐盈满了他的心头。他柳静怡都穿越了，难道还只能做个配角，眼睁睁地看着男女主幸福美满，自己黯然神伤？不，他柳静怡才不会做别人人生的配角。素锦院内，风墨恒和柳静怡正踱步于院内小径，借着月色散步消食。墨恒，昨日你真的没有和郡王妃发生什么吗？风墨恒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对他。我既然答应了你，自然会做的。墨恒，我今早听见府中所有人都说你和郡王妃牵着手一起去给长公主请安，我好害怕，害怕你会喜欢上郡王妃，我怕你不爱我了。风墨恒伸手将她搂进怀中，下巴轻轻抵在她的发顶。不会的，静怡，我只爱你。他怎么会不爱她呢？静怡越在意他，他就越兴奋。墨恒，郡王妃很美，出众的家世更是旁人难及，就连长公主也对她颇为喜欢，她什么都有了。可是，在郡王府里，我只有你。别害怕，我和沈玉琳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。母亲本就不喜欢你，若是我冷落了沈玉琳，想必母亲会更加讨厌你。到时候你在府里的日子，也许会更不好过。原来风墨恒和沈玉琳今日亲密的模样是演给长公主看的，但是谁知道他们演着演着会不会假戏真做呢？墨恒，谢谢你。好了，不伤心了吧？随即话锋又一转，时辰不早了，你早点回房休息吧。柳静怡顿时僵住了，他今晚不留宿吗？风墨恒自是看懂了他的神情，解释道：今日我才在母亲面前与沈玉琳演了一场夫妻情深的戏码，母亲也叮嘱我要与她多多相处，毕竟这才新婚第2日，今晚我还是得去宁兰院。柳静怡袖中的手突然握紧，夫妻，为什么这2个字如此刺耳？风墨恒看着柳静怡紧绷的身体，笑得温柔极了，可眼底却似是藏了让人捉摸不透的深意。我今日没去宁兰院用晚膳，已是驳了沈玉琳的面子，若还留宿在你这儿，怕明日母亲知晓了会找你麻烦。柳静怡一听，慌忙抱住风墨恒：我不怕。静怡，相信我，我绝不会喜欢沈玉琳，我不想母亲找你麻烦，我会心疼的。风墨恒拍拍他的后背，随后将柳静怡推开自己的怀抱，转身就迈开了步子。只是他走到素锦院门口，却并未立刻离去。一阵瓷器碎裂的声音从院内传来，风墨恒却骤然间诡异的笑了，似乎对这声响颇为满意。沈玉琳嫁过来，他以为只要和沈玉琳保持距离，静怡就会一直爱他，可不曾想如今这情形竟与他设想的恰恰相反，得到了满意的结果。风墨恒大步离开了素锦院，很快就出现在了宁兰院外。此时院门内，全明鹤放在郡王府中的侍女白桦神情严肃，她知道郡王在外面，可是郡王妃还在宫中。白桦握紧拳头，若是今晚郡王一定要找郡王妃，那就只能把她迷晕了。可耳朵一动，门外传来郡王离开的脚步声，白桦猛地松了口气。